运油20、歼20、歼16、3机同框，这样的作战体系与中国的统一大业有关。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2022年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及长春航空展上，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校手持的一张照片，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这张照片上，运油20、歼20、歼16、3机首次实现同框。大家都知道，歼20是全球重型隐身战斗机中作战半径最大的，而歼16同样是同类机型中航程比较大的多用途战斗机。那么，中国又为什么要努力发展重型的运油20空中加油机呢？其真实的战略不仅仅只是攻防兼备，还与中国要完成统一大业有关。从这张照片中，大家可以看出来，运油20正在同时给歼20和歼16授油，这标志着运油20空中加油机可以同时给歼20和歼16进行空中加油。其授油的方式则采用软管授油。有网友猜测，运油20空中加油机的载油量超过100吨，可以在1000公里远的加油阵位一次为6架歼20或者是歼16实施空中加油，其供油量高达几十吨，这将极大地提升我军重型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和制空时间。那么，为什么说运油20这款重型的空中加油机的大量列装与中国完成统一大业有关呢？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空军需要破解来自台湾东部地区上空的威胁，也就是由于台湾岛中央山脉的遮挡所带来的雷达盲区。为了对付这样的威胁，由运油20空中加油机为空中的战机实施燃料补充，那么中国的重型战斗机编队就有条件在没有航母舰载机做支援的情况下，也能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长时间的战备巡航，或者是为我们的轰炸机护航。特别重要的是，这是中国空军远距离拦截来自关岛空军基地的美军轰炸机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中国的航母编队还没有发展强大之前，这种通过空中加油而长时间的执行台湾东部海域战巡的使命任务就显得越发重要。除了帮助歼20和歼16这两款重型战斗机实施远程打击和空中截击之外，运油20的列装还有几个重要的作用。一是让中国的预警机极大地提升空中值班的时间，以增强其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尤其是不间断的远程预警能力。第二是让中国的中远程战略轰炸机变成真正的远程战略轰炸机，直接威胁到第二岛链上的所有军事基地。这些能力本身也是对阻止美军武力干涉台海事务非常重要的威慑能力。这里还有一层重要的意义，那就是破解美国正在发展的射程接近1000公里的隐身巡航导弹对中国的威胁。因为我们可以直接前出拦截那些搭载远程巡航导弹的母机。当然，即使是这些隐身巡航导弹发射了，我们也有充足的时间对它们进行拦截。因为美国现在开发的隐身巡航导弹的飞行速度并不高，依然是亚音速的，而我军在拦截巡航导弹这方面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训练经验。按照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装备规模，如果我们今后能够配备80到100多架的运油20重型空中加油机，就能够对美军的远程打击能力和武力干涉台海的能力形成足够的威慑和防范。从全球战略的角度看，中国发展运油20也可以极大的震慑
胆敢挑衅中国的宵小。从美军进行的兵棋推演来看，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就是战略轰炸机和核潜艇，而反应速度最快的就是 B-52发射的隐身巡航导弹。而运920的大量装备，同样是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需要，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需要。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